大家好，我是老歪。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不同助焊劑它在對於防火垢以及在焊接上面的一些差異。我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火垢，像這一塊黃銅片上面這個紅色浮出來的東西，它就是我們說的火垢，其實是一種氧化亞銅，它是當我們金屬被加熱到一定的溫度之後，氧氣滲透到金屬的內層，所以會跟這個銅合金的裡面的紅銅形成氧化亞銅。它如果在黄銅上面，你可以看得出來，它其實就是很明顯的一個紅色的一層顏色在你的金屬上。那一般我們在做銀飾的時候，其實銀飾上面也會出現火垢。那銀飾上面的火垢更討厭的地方是，它的火垢沒有那麼明顯，它會在你每次要到接近拋光的時候，你才會發現啊，有一大塊紫紫灰灰的，跟銀的顏色不太一樣的火垢在表面的下面，所以那個就不是說簡單的拋光就可以把它去除的。那我今天會使用到來測試的東西有幾種，這兩個，這個是液態助焊劑，這個是在 Rio Grande 買的液態的助焊劑，然後這個是膏狀的助焊劑，主要會來實驗的是這兩種形態的助焊劑。那這個是我自己煮的硼砂膏，這個我會在會員影片裡面有詳細的，就是教大家怎麼自己煮硼砂膏，以及我用它來實驗防火垢的這個過程。然後再來有一個更重要的是，這個是防火垢溶劑，這個是我自己製作的。我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簡單的比例，我用的是工業酒精跟硼酸，那它們的比例是2:1，所以就是大概酒精的分量是2倍，是硼酸的2倍。那這個的詳細製作過程我也會放在會員影片裡面。那我今天會用的就是主要是這兩個助焊劑，因為我們平常在焊接的時候，我們已經可以知道這兩種助焊劑其實对防火垢的效果是有限的。那為什麼我今天還會來實驗這兩種助焊劑呢？是因為我今天要搭配這個防火垢的溶劑來使用，所以我今天的影片會有3個重點。一個就是我會在銅片上面讓你們看看這兩種不同的助焊劑的防氧化效果。那第二個是我會實際用這兩個助焊劑來做焊接，讓你們看一下這兩個助焊劑對焊藥的流動性。第3個就是我這支影片的重點，我會搭配防火垢的這個溶劑，再來搭配助焊劑來一起焊接。然後我們來比較看看哪一種助焊劑对黃銅的防氧化效果是最好的。是我今天用黄銅，就是因为它的火垢的效果是很直觀、很明顯，我就是馬上就可以看到它有沒有防火垢，所以它可以運用在任何有銅合金的金屬上面，比如說像銅合金就是黃銅，然後銀合金就是925銀，或者是950的銀。然後甚至是 K 金、14K 金、18K 金，只要你的金屬裡面有含紅銅的這樣子的成分，它就會有可能會有火垢的產生。那我們就開始吧。那接着我想給大家看一下，不同的助焊劑加熱之後的效果。這邊是一塊準備的黃銅板。然後我等一下會在這塊板上面塗2種不一樣的助焊劑。我現在塗的是液態的助焊劑，我把它塗在左邊。然後這個是膏狀的助焊劑，我把它塗在右邊。然後我會先做短時間的加熱，讓你們看一下這兩個不同的助焊劑在短時間加熱的時候，它的狀態是怎麼樣。那中間我留了一塊是完全沒有塗助焊劑的黃銅。
好，我現在加熱到豬漢雞都變透明狀，給大家看一下。液態的豬漢雞，我可能在加熱的時候，它可能會流動，所以它沒有辦法很均勻的在我塗布的面積上面達到很好的保護作用。那膏狀豬漢雞它就可以塗布的比較均勻，所以我塗過的每個地方，它幾乎都有保護到。好，我現在再加熱久一點，來看看它的效果。我再塗一次。那我這次會加熱的稍微久一點。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有一些奇妙的變化。好，我們來看這個剛剛已經重新再塗過一次的膏狀豬漢雞，用更長時間的加熱來看一下。我們右邊這個膏狀豬漢雞，它生成了很多的硼砂的結晶體，這個紅色的部分，它是這種膏狀豬漢雞的結晶。然後你可以看到底下有很多的火垢，就是紅色的生成物。那主要是看我們底下這個火垢，它是不是能有效的防止火垢的產生。再來看我們左邊的這個用液態豬漢雞重新塗布過的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它底下雖然有黑色的氧化物跑出來，但是它的紅色火垢很少。我們可以從這個只有測試豬漢雞的銅片上面來看到，其實膏狀豬漢雞它的清潔能力是夠的，但是它的火垢產生比較多。然後，液態豬漢雞的這個它的保護力雖然比較弱，但是它的防火垢能力是比較好的。好，接着我想給大家看一下，不同豬漢雞的焊接效果。首先，我先示範的是，膏狀的豬漢雞。然後我焊接一根黃銅棒，在焊接面我都塗上了豬漢雞。然後我会先加熱一下豬漢雞，因為豬漢雞會起泡，我先讓它作用完，再放焊藥。好，豬漢雞作用完了，我就放一顆焊藥在旁邊。好，焊接完了，這個是膏狀豬漢雞。雖然它有防氧化的效果，但是它效果還是沒有到那麼好。等一下我們還會再示範加了防火垢的溶劑之後的焊接會非常的不一樣。好，這個是膏狀豬漢雞的效果。再來是液態的豬漢雞。我一樣先加熱一下，讓豬漢雞都先起泡。好，放上焊藥。
這個是液態助焊劑。你們發現其中的差別了嗎？好，這是剛剛已經自酸完的兩個不同助焊劑拿來焊接的這個效果。如果以我自己在使用的感覺，我會覺得，雖然你現在看起來它似乎是液態助焊劑，它表面維持的比較乾淨，然後膏狀助焊劑它的火垢浮出來的比較多，就是它底下的紅銅浮出來的比較明顯。這個也液態助焊劑的這個也是有一點點，但是這個很明顯的就是浮出來很多。但是我在使用上會覺得，說我在焊接的時候，我會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膏狀助焊劑，我覺得它焊藥的流動效果比較好。那這個只是我自己的感覺啦，我不知道你們使用起來有沒有這種感覺。那液態助焊劑，我會覺得它速度稍微慢一點，它流動的速度稍微慢一點。當然，這個可能也跟我的焊藥的大小，還有我那個火槍的位置可能有一點點關係。但是以我長久的焊接經驗來說，膏狀的助焊劑，它幫助焊藥流動的效果的確是稍微會好一點點。好，接下來我要試試看，我的所有要焊接的東西都塗上防火垢的這個溶劑，看一下它焊接完的效果會怎麼樣。這個我們剛剛有介紹這個防火垢的溶劑，我把它放進去，直接在裡面攪拌一下。不見了。好，找到了，在這裡。那這一根小棒子我也把它放進去。好，然後我等一下会先用火把它裡面的酒精先燒一下，讓它揮發，留下的就是可以防火垢的白色物質。當然你也可以不用去燒它，你可以靜置幾分鐘，讓它自然揮發，你的這個白色的防火垢的層會比較厚，那防火垢的效果會更好。那我是為了要加快我的速度，所以我稍微燒一下把它燒掉。那我現在在我要焊接的地方都塗上助焊劑，我塗在我的這個小的方塊上面就好。然後我加一個焊药。好，我們來試試看。焊接完了，我們來看一下效果。好，我們可以看到，剛剛兩個東西都已經塗上防火垢的這個溶劑了，然後現在唯一有出現這個紅色的火垢的地方，就是我剛剛塗上膏狀助焊劑的這個地方。那其實它已經減少非常多了，它只有一點點。紅色的這個火垢，我相信大概稍微磨一下就可以磨掉。我們先把它自酸，自酸完再來看一下效果。好，那現在我想要實驗一下用液態助焊劑的效果。我一樣先放在這個防氧化的溶劑裡泡一下，這個也泡一下。燒一下，讓酒精揮發。
你可以看到馬上白色的物質就跑出來了。然後這個是液態的助汗劑，我把這根小棒子放進去泡一下，然後放上來。放汗藥，好，試試看。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哦，这個效果更好了。有沒有發現液態助汗劑幾乎紅色的火垢完全不會浮出來？這個效果是最好的。我覺得這個防氧化劑搭配液態助汗劑，現在目前焊接起來的效果是最好的。我的結論就是防火垢的這個溶劑一定要有，再搭配液態助汗劑，哪個牌子都可以，我覺得沒有差很多。這樣子的搭配對防止火垢的效果，我覺得是最好的。我也很開心，我今天有機會可以實驗到一個令我感覺到非常實用的一個小方法。那今天的老歪實驗室就到這裡咯。大家有想要看我實驗什麼其他的東西，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也可以告訴我你們真的去實驗以後的想法，有沒有哪裡做的跟我不一樣？我們可以互相討論跟交流。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咯，我們下次見吧，拜拜。